人活到一定年纪，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感受，日子像是被卡住了，无论朝哪个方向使劲，都动弹不得，拼命努力，换来的却是周而复始的跌跌撞撞。你看着别人顺风顺水，心里只能苦笑，觉得好运这个词像是住在另一个星球的邻居，遥远的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背影。可你是否想过，所谓的大运从来不是凭空掉落的彩票，也不是苦苦求来的恩赐，而是一个人在经历了漫长的能量积蓄后，生命由内而外的一次井喷式爆发。在每一个巨大转折发生之前，生命都会悄悄地给出一些提示，它不喧嚣，也不张扬，更像一场大雨来临前，空气中逐渐弥漫的湿润气息和缓缓拂过你脸颊的那一缕微风。很多人没有察觉，或者说他们不敢相信，直到机会的列车呼啸而过，才在月台上懊悔地跺脚。人这一生，最可惜的不是运气差，而是运气敲门时，你却因为怀疑、犹豫和对过往的留恋，而假装自己不在家。今天，我想为你讲一个关于等待和蓄力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导演李安。在成为享誉全球的奥斯卡金像奖导演之前，李安的人生履历上有着一段长达6年的空白。那6年，他没有任何正式工作，窝在纽约的家中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。他负责买菜、做饭、带孩子，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而家庭的全部开销都依赖于他那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妻子林慧嘉。在一个崇尚男性建功立业的社会里，这无疑是一段极度压抑和煎熬的岁月。岳父岳母的不解，亲朋好友的闲言碎语，以及一个男人无处安放的自尊心，像无数根细密的针，日夜刺扎着他。他不是没有动摇过。有一次，他看到别人开的餐馆生意红火，心想自己厨艺也不错，或许这是一条出路。他甚至偷偷去社区大学报了电脑班，想学一门能谋生的技术。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妻子时，林慧嘉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眼神里的闪躲和不甘。他没有像常人那样劝他现实一点，而是直截了当地说：安，我一直相信你天生就是拍电影的，学计算机的那么多，不差你一个。妻子的这句话像一道光，劈开了他内心的混沌。他放弃了学计算机的念头，重新回到了那个看似无用的世界里，阅读、看片、写剧本。在那间小小的公寓里，他与世隔绝，一头扎进了光影的海洋。他写出了《喜宴》和《推手》的剧本，一遍遍地修改，打磨每一个细节。那6年是他人生中最困顿的低谷，却也是他创作能量积蓄的最饱满的时期。他像一块海绵，疯狂地吸收着艺术的养分，将生活的苦闷、对人性的观察、对东西方文化的思考全部揉碎了，酿进自己的作品里。终于，在1990年，他拿着写好的剧本参加了台湾的剧本大赛，一人独得头奖和2奖。这份迟来的认可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。之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，他用一部部深刻、细腻、直抵人心的电影征服了世界。多年后，当李安站在世界电影的巅峰，回望那段吃软饭的岁月时，他说，没有那6年的沉淀，就没有后来的我。那段日子让我积蓄了很多能量，让我对人、对家庭、对社会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李安的故事完美地诠释了一个深刻的生命法则，所有经验的亮相都源于漫长而寂静的蓄力。生命是一场关于能量的游戏，运气的好坏本质上是你自身能量状态的外部投射。
当你感觉诸事不顺，处处碰壁时，往往不是外界在与你作对，而是你内在的能量处于一种耗散、紊乱、低频的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你自然无法与好的机会、好的人事物产生同频共振。而所谓的转运，就是一个能量由内而外、由负转正的过程。它不是一个瞬间，而是一个阶段。我更愿意称之为人生的深度蓄力期。当你开始进入这个特殊的阶段，生命会呈现出一些看似反常的迹象。如果你读懂了它们，并顺势而为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正在为自己的人生完成一次最深刻的触底反弹。第一个迹象，你被迫进入一段万事皆休的低谷。很多人不理解，为什么好运来临前，生活反而会变得更糟。你会发现，曾经牢不可破的关系突然就散了，经营多年的事业莫名其妙就陷入了瓶颈，甚至连身体也开始发出各种警报。你像一个被命运抛弃的孤儿，被推到一个四顾茫然的谷底。这时候千万别急着抱怨，也别忙着挣扎，因为这不是惩罚，而是清理。宇宙在以一种看似残酷的方式为你的人生清场，它在帮你拿掉那些早已不属于你却依然在消耗你能量的东西。那些虚情假意的朋友，那些早已貌合神离的伙伴，那些让你身心俱疲的工作，当你主动割舍时会痛苦，会犹豫。于是命运只好亲自动手，用一种更决绝的方式帮你完成这场断舍离。这就像一棵大树，在冬天必须落尽所有的叶子，才能将养分收回根部，为来年的春天积蓄力量。也像一个杯子，必须先倒空里面的陈茶，才能装入新的甘泉。低谷是上天赐予你的一份特殊的保护，它强行切断了你与外界的过度链接，让你从复杂的关系和琐碎的事物中抽离出来，被迫回到一个最简单、最纯粹的状态。在这个状态里，你一无所有，但也正因如此，你才终于有机会去听见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。我认识一位企业家，他在40岁那年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滑铁卢，合伙人撤资，核心团队被挖走，公司一夜之间濒临倒闭。那段时间，他卖了房子和车子来填补窟窿，妻子也因为无法忍受这种压力而选择了离开。他形容自己当时就像一条被扔在岸上的鱼，除了喘息，什么也做不了。在彻底的绝望中，他反而平静了。他不再去应酬，不再打无数个求人的电话，他每天做的就是去公园散步，然后回家读书，反思自己过去10年的得与失。半年后，他偶然在一个读书会上认识了一位做新材料的技术专家，两人一见如故，聊得热火朝天。他敏锐地意识到，这项技术可能是未来的风口。他用仅剩的一点钱，加上新伙伴的技术入股，创办了一家新公司。3年后，公司成功上市。他后来感慨，如果没有那场惨烈的失败，我永远不会停下来，我会一直在原有的轨道上滑行，直到被时代淘汰。是那段一无所有的日子，让我彻底清零，才看到了全新的可能性。所以，如果你正身处低谷，请相信，那不是结束，而是一个更深刻的开始。生命正在为你进行一场清创手术，虽然疼痛，却是为了让你长出更健康的血肉。熬过去，你会发现，身上轻了，心也静了，前方的路反而变得清晰可见。第二个迹象，你突然变得异常安静。你是否发现自己正在经历这样一个变化？曾经的你特别喜欢热闹，热衷于各种饭局和社交，你很在意别人的看法，
朋友圈发了什么，总要一遍遍地刷新，看看有多少人点赞，有多少人评论。你遇到一点不公，就忍不住要向全世界抱怨，看到别人比自己好，心里就酸溜溜的，总想说点什么来证明自己。可突然有一天，你对这一切都失去了兴趣，你不再热衷于无效的社交，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独处时光。你不再跟人争辩，很多事情你不是不懂，只是觉得没必要说了。你甚至关闭了朋友圈，或者很久才发一条，而且发完就不再关心有多少回响。身边的人可能会觉得你变了，变得孤僻了，不合群了，但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你不是变孤僻了，而是你的心正在从喧嚣的外部世界转向深邃的内在宇宙。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，它意味着你的能量正在停止向外耗散，转而向内积聚。运气从来不是从外面求来的，而是从你心里生出来的。一颗浮躁、混乱、充满噪音的心是留不住任何福气的，它就像一个漏水的桶，无论外界注入多少能量，都会迅速流失。只有当你静下来，你才能真正开始守心。心静了，你才能听见命运的脚步声，才能分辨出哪些是真正的机会，哪些是裹着糖衣的陷阱。你的内在力量就像一个雪球，在安静的滚动中越积越大。作家村上春树在成名之前经营着一家爵士乐酒吧，每天打烊后，无论多晚多累，他都会在厨房的餐桌上坚持写作1-2个小时。那是一段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不被打扰的时光。正是这日复一日的静，让他完成了《且听风吟》和1973年的弹珠游戏，从而敲开了文学世界的大门。他说，在某种情况下，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就要伤害另一个人。这句话反过来看也成立。当你过度融入外界，外界的喧嚣本身就会伤害你的存在。所以，当你发现自己开始享受沉默，享受独处，不再急于向外界证明什么时，请不要慌张，你不是生病了，而是在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疗愈和能量整合。你的灵魂正在变得越来越厚重，越来越有力量。这正是大运来临前最坚实的内在根基。第3个迹象，你的频率变了，开始吸引贵人。你一定听过吸引力法则，但它真正的含义并非你躺在那里胡思乱想，好事就会发生。它指的是你自身的能量频率决定了你能吸引到什么样的人和事。当你通过前2个阶段，低谷的清场和内心的沉静，你的内在频率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改变。你变得更沉稳，更专注，更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这时候，一个奇妙的现象就会发生，你会开始遇到贵人。这个贵人可能不是你想象中手握大权的通天人物，他可能只是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给了你一句醍醐灌顶的提醒，可能是在你山穷水尽时为你提供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机会，甚至可能只是你无意中读到的一本书，看到的一部电影，里面的一句话，一个情节，突然就解开了你心中积压多年的困惑。很多人将此归结为巧合，但实际上这不是巧合，而是共振。就像音差一样，只有频率相同或相近的才能产生共鸣。当你的内在状态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，你就像一个发出特定频率信号的基站，那些与你同频的人、事物自然会被你吸引而来。李安的妻子林慧嘉就是他生命中最大的贵人。在他最落魄、最怀疑自己的时候，是他用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
稳住了他摇摇欲坠的内心，让他得以在那个安静的蓄力期里专注于自己的创作。如果没有这份同频的信任，李安的故事或许会是另一个版本。与此同时，你会发现内心深处会涌起一股强烈的想要改变的冲动，可能是想立刻辞掉那份让你耗尽心力的工作，可能是想搬离那个让你感到压抑的城市，可能是想彻底告别一段纠缠你很久的不健康的关系。这股冲动不是一时头脑发热，而是你积蓄已久的内在能量达到临界点后向外突破的本能呐喊。你的灵魂在提醒你，是时候了，该换一条路走了。很多人就是倒在了这个关口，他们害怕改变，害怕未知，害怕失去现有的一切，即使那一切早已令他们痛苦不堪。他们用理智压抑住内心的冲动，告诉自己再忍忍吧，结果硬生生把即将转动的命运齿轮又按回了原地。记住这句话，当你内心那股突如其来的勇气升起时，那绝不是偶然，那是你前半生所有的努力和坚持在为你点亮一盏引路之灯。你要做的不是熄灭它，而是提着它，勇敢地朝那片看似黑暗的未知迈出第一步。只要你敢迈出去，你会发现脚下的路会在你落脚的瞬间一寸寸地被照亮。第4个迹象，你身上开始散发出一种笃定的力量。经历了低谷的洗礼，内心的沉淀和频率的转变后，你会迎来深度蓄力期的最后一个，也是最迷人的一个迹象，你变得异常笃定。这种笃定不是盲目的自信，更不是固执的自大，它是一种源于深度自我认知后的平静和确信。你会发现自己不再轻易地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。别人说你不行，你只是笑笑，因为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能力和方向。别人炫耀他们的成功，你也不再焦虑，因为你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和节奏。你不再害怕输，也不再渴望从别人的认可中寻找价值感，你只想安安静静地走自己的路，做自己的事。你的内心像一颗被盘了很久的玉石，温润而有光泽，坚硬而有分量。这种笃定的力量就是大运来临前你为自己打造的最强底气。因为命运最怕的就是一个犹豫不决、随波逐流的人。当你连自己要去哪里都不知道时，他给你的任何顺风都可能是灾难。而当你内心有了清晰的地图和坚定的罗盘，整个世界都会不自觉地为你让路，甚至向你靠拢。这就是所谓的人因稳而重，因重而静，因静而定，因定而会，因会而得。当你稳住了自己，福气和好运才会觉得你这个容器是可靠的，才敢降临于你。很多人觉得走大运是天意，是玄学，但真正活明白的人都知道，运气是你前半生所有善良、坚持、努力和自律的利息，是你熬过了无数个痛哭的夜晚，依然选择在第二天清晨擦干眼泪，重新上路的奖赏。低谷是在为你清理道路，安静是在为你磨练心性，贵人是在为你提供助力，改变是在推你驶入新航道，笃定是在为你的人生奠定根基。当这些迹象或早或晚地出现在你生命中时，请不要害怕，更不要抗拒。那不是坏事，那是天大的好事，那是你的人生在经历了漫长的冬天后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信号。那是命运在轻声对你说，你准备好了，该你上场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没有无缘无故的低谷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巅峰。所有命运的馈赠
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你该吃的苦，一点都不会少；你该受的磨难，一个都不会落。但请你一定相信，等你熬过了那段最苦的日子，老天一定会以另一种方式，将你失去的连本带利的补偿给你。到那时你才会明白，所有的眼泪都没有白流，所有的孤独都没有白忍，所有的坚持都没有白费。好运，就是对一个永不放弃的灵魂最高的致敬。